为了阻止男人劈腿，前女友将他的双腿连根砍断，用特殊的铁箍把上半身固定在架子上。为什么会变这样子？你出车祸了。你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车子突然打滑，往前翻了好几圈。我好不容易把你拖出来，车子就被伤了。只是不知为何，她的身上总会出现大量木屑。男友不明白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为什么不把自己送到医院？你其实康复很久了，但你没有办法接受事实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健康的恋爱固然美好，畸形的爱情却更加精彩。女人从此得到了一具身体，可男友的心却比以往更加抗拒，因为没人能傻到相信这些鬼话。只是每发作一次，腿上的连接处都会发出钻心的疼痛。放开我！把你固定在这是为了好。她精心准备的一日三餐也被男友啐了一脸。当爱情不再被理解尊重，剩下就只有极端的占有和调教。她擦干污垢，拿起一把刻刀。你不要再这样了，旧的还没好，又一直有新的伤口，这样什么时候才会好呢？这是她的男友，也是她的杰作。训话好了，乖乖吃饭。接下来就是冲动的性子，稍微一个不如意，就会得到一点小小的教训。只是每次结束后，她都会仔细为男友处理伤口。随后是腿部连接的部分，她也会每天擦拭血迹。时间一长，男友的性子被打磨得没了棱角，他会默默地站在后面，看着女友制作各类不同的雕塑。其实沉默的背后，藏着一颗不肯妥协的灵魂。为了能早一天脱离魔掌，男友开始了假装妥协，因为他清楚地知道，硬碰硬只会招来更残酷的折磨，唯有表现的顺从，才能让他放松警惕。好吃。我说你做的很好吃。那我以后准备更好吃的让你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今天的晚餐想要吃你做的牛肉面，可以？可以啊，那我等一下就买牛肉来炖。面对女友的投怀送抱，他也不再抗拒，微微垂下的双眼，心中却是满满的算计。当天晚上，女友就端来了牛肉面。还是你让我自己吃，这样你也可以一起吃。由于近期表现良好，女友犹豫片刻后为他松开了双手，但却仍然保持着警惕。他故意将工具箱推到了远处，男友一计未成，又来一计。他表示很怀念以前的日子，希望能亲自帮女友梳头。然而这才是能否逃脱的关键。从这天开始，每次梳头的时候，他都会私自藏下一些碎头发，然后将它们拧在一起。他还在吃烧鸡时留下2枚骨头。很快，一根带有钩子的麻绳就制作完成。趁女友上班之后，他迅速瞅准位置，扔向了对面的工具箱。别人轻而易举的动作，他却每一步都疼得撕心裂肺。这次终于对准了螺丝刀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，螺丝刀掉在了地上。眼见钩子已经不起作用，他只能俯身去拿，可下半身被铁箍牢牢锁死，能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。但为了尽快逃离魔掌，他只能忍着剧痛拼命弯身。最后终于拿到了螺丝刀，他将绷带咬在嘴里，忍着疼痛卸下了刺入身体的每个螺丝。他拼命朝着大门爬去，可没走几步就能看到身边的探测器，头顶也有闪烁不停的监控。他知道此时已经刻不容缓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外爬。然而这才知道房门已经被反锁，情急之下，他听到了外面的声音，于是冲着对讲机大喊救命。志伟，是你吗？门外传来了未婚妻的声音，他说自己已经被关在这里好久了，可对方却说他在开玩笑，因为他每天都会像个正常人一样上下班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小文他是一个疯子，你快点报警！我拜托你快点报警！你有听到吗，志伟？发生什么事了，志伟？我的腿被小文弄断了，你快点去报警！弄断？你还好吗，志伟？我马上报警。雨凡，你找我吗？志伟为什么会在你家？你快开门啊！志伟在我家？你误会了吧？雨凡，你不要听他的，快跑！我现在开门。雨凡，你快跑啊！
未婚妻脑子就像宕机了一样，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无数个猜测涌向脑海，但希望这只是恶作剧。可房门被打开的那一刻，才知道世间的险恶果真不是她能理解的。看着体无完肤的男友，她竟然将防备心完全抛之脑后。痛了简直太炸裂了！2025最新台剧惊悚上线，凭借奇幻的设定，迅速引爆话题。故事围绕神秘女人和她手中的黑盒子为核心线索，展开跨越万年的叙事框架。琪琪本是原始部落的族人，临死之际偶遇了光体人，得到了与灵魂交易生命的能力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他带着黑盒子穿梭于不同时代，见证了无数人类的欲望执念，成为年度最具突破性的悬疑惊悚剧集。作为黑盒子的开篇单元，造物欲以爱和占有为核心，聚焦了一位木雕艺术家的偏执人生。小文始终将完美刻在自己的血液中，他坚信真正的艺术品必须赋予灵魂。为此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作品，哪怕只有丝毫偏差，也绝对无法容忍。忙活了整个晚上，这天一大早，他就被隔壁的杂乱声响吵醒，于是便气冲冲地跑去砸门。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心头一震，前男友志伟突然成了他的邻居。谁啊？而且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住在隔壁，原本是想来拜托你们小声一点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吵到你，我们会再小声一点。没关系啦，你们赶快忙吧。天啊，也太巧了吧！我们最近刚换新工作，昨天刚搬来。看到前男友已经组建了新家庭，她的心里五味杂陈，赶忙客套地表示回头可以约个饭局。可对面的羽凡听不出人情世故，追着询问起了时间地点。我回去看一下时间再跟你说。回到房间后，小文彻底愤怒了，羡慕嫉妒恨充满全身。他抄起一把刻刀，狠狠戳在志伟的雕塑上。病态的完美主义与情感纠缠不清，而隔壁的欢声笑语如同打破密闭空间的一束光，让他被迫面对失去带来的遗憾。随着每天的所见所闻，小文在单相思中越陷越深，情绪也由不甘转向失控的嫉妒。他每天都会可以观察这对小夫妻，将自己带入这些画面。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新邻居，你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遇到前任住在隔壁，是什么感觉？墙壁有点薄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偷窥就成了每日的必修课。他不满足户外的亲密举动，甚至用钻头在墙壁上打了小孔，每天观察两人的隐私，不住体会着对方的喜怒哀乐。看着精心制作的雕塑，没有生命，没有意识，虽然能被他完全掌控，可无论怎么看都感觉不太完美。这么晚还没睡？噪音这么多，怎么睡？你都看到了？是听到了。想不到羽凡还蛮奔放的嘛。这里的墙隔音真的好差哦。看来他对你也蛮有技巧的啊，不然以她这种单纯无聊的女人，我原本还以为你很快就会腻了。不像有些人，一开始会让你感到好奇，但经过时间了解之后，才发现他是个疯子。现在我学乖了，我宁愿找一个正常人。那才不叫正常人，而是根本就没有灵魂。你还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。你在扯什么灵魂不灵魂？你所谓的灵魂都是假，你刻再像也不会变成真的。两人本是大学同学，志伟最初被小文身上的艺术气质吸引，他对木雕的极致专注，对细节的精准把控，都成了情人眼中的独特魅力。他1比1复刻了志伟最喜欢的盆栽，然而只因分毫的不如意，就将数日的心血摔在地上。干嘛要跟作品发脾气啊？这不是作品，这是垃圾。我觉得你对自己太严格了，是想要追求到多完美？直到有办法让他们有灵魂。怎么样才算有灵魂？等我刻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了就知道。很快，小文就复刻出更加完美的盆栽。听到志伟的夸赞，他更是得意的不加掩饰。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。由于制作周期太长，原本的盆栽已经变了样子，因此无论他如何努力，终究抵不住时间和生命的侵袭。你不需要要求做到完美，毕竟每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样子啊。你就不要太苛求自己，这样很累。
怎么样？我的雕像够完美了吗？它才有灵魂，它才是活的。这件事的发生，志伟便看出了他刻进骨子里的疯狂。分手后，本以为能开启新的生活，可在阴差阳错之下，两人竟意外成了邻居。这天，小文在浏览论坛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一则名为《都市传说》的信息，这是关于古代努克教的神秘组织，可以通过某种仪式召唤出已逝的挚爱亲朋，能让活人与灵魂无障碍的交流。小文越看越提神，这不就是他一直追求的完美吗？看着被志伟封死的洞口，一丝偏执涌现在脑海。他按照地址来到了一座山上，这里的人排起了长龙，都对召唤灵魂的事深信不疑。努克教的标志是形象酷炫的鸟人装扮，他们崇拜影子，认为影子是灵魂的投射。虽然有些阴森森的感觉，但为了极致的完美，小文还是跟随人群来到密室。太阳落山之后，他来到了一片竹林，这里已经坐满了心存执念的人，他们戴着面具围在一起。教主举起手上的雄鹰，用刀子划破皮肤，鲜血滴落在草地上，瞬间就凝聚成一只展翅飞翔的影子，环绕几圈后落在木雕的身上。随着木鹰的展翅翱翔，众人身边出现了神态各异的灵魂，虽然无法触碰，可他们仍然凭着对亡魂的思念而倾诉。小文看得心里发毛，但也由此启发了不少灵感。这时他看到教主突然拉弓搭箭，小文在房间里醒来，他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，鸟人也席地而坐，看样子并没有恶意。他询问自己的手是怎么回事。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对你来说也许是好事，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，祖灵选择了你。小文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，更不明白什么叫祖灵，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事很疯狂，很危险。鸟人也似乎能洞察他的内心。祖灵仪式只能用在对的地方，不要做你现在心里想的事情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也有爱人啊。还存在这个世界的爱，应该用别的方式得到。鸟人的警告体现在小文的心里，却完全变了味道。为了心中的完美，他决定将对待亡魂的方式用在活人身上。从这一刻起，欲望已经完全占据全身。回家后，他就戴上了鸟头面具，看着眼前的影子，暗暗下了决心。然而仪式还差最后一步，于是便约了志伟来家里叙旧。你们搬来这么久，都没机会邀请你来坐坐。你白天走，我把窗帘拉开。光你电话总是可以给我很多灵感啊。他的做法很简单，在刚雕刻好的墓碑上留下倒刺，等志伟接过来的时候，突然被扎伤了手指。对不起，我可能没有修好。没事，你拿卫生纸给我就好。我帮你看一下，有点痛哎。面对前男友的不知所措，她将血液吸进了嘴里，这是成功的关键。然而血液太少了，再加上志伟的拼命阻止，她并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。我是受够你，我觉得很烦啊！你不要再来烦我们，放过彼此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放开！到底在干嘛？这一口下去，志伟的手上血流不止，被骂了一句疯子后离开了家门。这份决绝促使他义无反顾地举行了仪式，伴随着隔壁的欢声笑语，志伟的灵魂被赋予在木雕之上。你愿意嫁给我？我愿意。